好，因为王大陆前一阵子说是逃避兵役了哈，就开始抓那个集团。现在呢，听说有抓了120个，那其中因为艺人就比较受人家瞩目嘛哈。韩国的艺人如果躲避兵役，大概就完了那就全民唾弃之哈。那台湾呢，反正这些人除了王大陆算是比较有名而且呢，他的这个付的钱比较多，付了360万，其他这些人都没有什么太大，都普通了，怎么大红大紫也没，有没有名呢？也有点小有名气所以呢，这个他们就有的付50万，有的付30万，还有只付10万的这次还付的比较10万那他们就找人就造假病历了那有几种方式嘛比如像以前在台湾医学院的学生特别多，我认识很多医学院为什么他们知道怎么弄要不然就把自己搞很胖，要不然把自己搞很瘦要不然就是扁平足，要不然就是眼睛近视很高，要不然就视差很大一只眼睛去做雷射正常的，一只呢不做，什么差1000度因为视差大就不可以就不能做，要不然心脏病、高血压等等之类的那怎么会高血压那么年纪轻轻呢？就是呢一直喝可乐，一直喝什么这个咸的，要不然就甜的，晚上不睡觉喝咖啡、喝茶然后熬夜几天之内可能，但是他们说也不容易因为当兵也不是那么容易就不当了，他要检查完还要复检，甚至有些还叫你住院再检查。观察你到底怎么样因为你有很多一时也许血压高低，但是你长期可能看得出来所以呢就认为这可能有集团这不是说一个人能够干得出来的那另外呢，这个现在只要超过36岁就不用当了就不用当了，超过30就可以了那他们说最衰叫这个阿虎，因为呢他今年11月满36岁。现在被抓到了，所以他也得当。但那个时候，他们就很多人，他们只要当4个月，4个月你都有什么好逃的？因为以前那个什么什么特种兵3年我们那时候当2年那么4个月有什么好逃的？那现在当然恢复成1年了那如果4个月都逃，那1年2年就会更多了好，那么这个威廉说请了3个律师，其实也不必，而且还50万交保。其实有什么了不起呢？以前这种状况，他违反2个法。一个叫兵役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个叫伪造文书，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以前这种事情，虽然违反2个5年以下徒刑，都是1颗罚金就没了交个一些钱就算了所以呢，顾立雄也说应该修改规定。那我突然想到，这么一大堆人，对不对？120个有名的还有这些然后呢，他们也是违反兵役法跟这个伪造文书，那。国民党那些地方党部也就是伪造文书他就是个伪造文书还有什么其他罪呢？没有那你说这是不是组织犯罪？也牵涉到很多医院这不一大堆是5、6个月，还军医院好多还没点名的，军医院很多，对不对？那这是不是组织犯罪？怎么就放了呢？10万20万就放了呢？所以这个法律很奇怪嘛，人家说有双重标准，随便看得出来。他罪是他还多一个罪，还多一个妨害兵役，还不只是伪造文书好吧，这个。所以他没有甲状高血压了这陈09说伞兵有的就是这个血压有的是心脏那王大陆是心脏那昨天那个新北的民政局长就口快，就说荣总说荣总只有2个，那么一大堆人有2个今天又赶快改口说还有3种，台大还有军医院可多了。军医院很多，各地很多都有军医院嘛等等都有所以呢，这个北荣也声明他声明2个陈文明院长说，第一个5年以前，换句话说，他院长在那边没有发生第二个就是不是只有北荣很多其他医院一堆医院都在里面我们看一下，总共花多少才逃兵役会觉得蛮后悔的吗？艺人威廉一身轻便走出松山机场，本来在绿岛拍摄外景节目，却卷入闪兵被新北刑大拘提。就是要不要讲一下现在的心情，还是要有什么话想跟民众说的？辛苦了。威廉晚间50万元交保后，看得出来他神情明显疲惫许多，只回应记者辛苦了，在律师陪同下离开新北检。在闪兵9名艺人之中，威廉是最年长的，也可能是最早接触闪兵集团。根据兵役法规定，男性国民最晚要在33岁前完成办理免役。以39岁的威廉推算，闪兵集团很可能6年前就开始犯案。为什么要逃兵？要不要澄清一下？
另外，逃兵役的艺人还包括38岁陈零九、37岁小家陈大天、36岁阿虎，还有陈信伟、李全、大根以及 Teddy 陈向熙，最后还有已经入伍的王大陆，他们都与闪兵集团陈姓主嫌联络，以面交方式躲避金流。但主嫌落网后，手机里的对话记录全曝光，所有人都认罪，花上数万逃兵，但还是有艺人该当的兵要完成。根据规定，男性国民超过36岁后可以不用当兵，也就是说，威廉、陈零九以及陈大天判决下来仍不用当兵。但是艺人阿虎时间点最尴尬，今年11月才满37岁，如果一审宣判在他生日前就要当兵，过完生日后则免役。其余的4人陈信伟、李全、大根、陈向熙都未满36岁，确定要入伍。9名艺人涉闪兵案，虽然有人不需要补兵役，但还没满36岁的艺人，不只要接受法律惩罚，还得乖乖入伍。蛮明显。我的时期是当兵当2年啦，扣掉成功岭好像要当了一年10个月了。那所以我在念新闻系的时候，我毕业之后，我的女同学都已经出来就当记者啦。等我退伍的时候再进入职场，每次很哀怨说，我的女同学现在搞不好都变成我长官了。有可能、你觉得会没有影响？有影响啊！所以你对职涯影响，你对很多艺人来讲，就想尽办法说要闪兵嘛。那过去2年，包括赵先生讲的，早期还有路易特是3年的，那影响更大。我弟弟就3年。3年哦。而且那时候当兵真的辛苦，那当兵是那时候超真的很辛苦哎。我是在装甲部队，那时候我们在实战部队是要坐坦克的，坦克车在大太阳底下，管你34度、35度，连40度你都要坐上坦克。那个坦克车你把鸡蛋打上去是会熟的那一种哎，是可以煎蛋的，所以那时候战力是很强的。所以你说要闪兵，后来好兵期改到4个月或1年，之前是4个月啦。如果你要为了生涯发展，然后躲掉这4个月，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那只是说大家在想说啊，为什么韩国艺人明明是让艺人，大家乐于从军，大家要以当兵为荣，那为什么台湾有一些认为说4个月甚至1年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涯发展？大家去思考啊，这个现象是其中一环而已吗？还是有深层的结构问题而已？所以这些事当然基于公平正义，内政部兵役署该去彻查也要去查。可是整个问题，国军的战力是因为这些人120个人闪兵就会造成国军战力不足吗？我觉得这个不见得这是见树不见林的问题最近我们在想，因为少子化的问题，那我们现在今年光今年可以征的役男大概9万人，不到10万人而已，无兵可征那还有包括部队的编线比，现在编线比实战部队不到80%等于你一连100个人里面编线实际上员额不到80人怎么去打仗？所以因未来包括高科技的部分，包括 AI 的部分，我们买了最新的坦克车进来 M1A2T， 那怎么去做操作？所以我觉得国防部要提出这些的做法，你要提高我们的战力，不是只有整个兵役的问题而已，而且不是只有闪兵的问题。第一个涉及到两岸政策关系，如何去化解紧张的关系；第二个，整个国防部的政策，包括缺兵的问题，源头是什么，要去做整体的检讨。去年好像只剩下10几万嘛，今年剩不到10万。对不对？那就是假如男女都当兵，也就10几万嘛。一半当兵，男生也只有几万人啊，怎么够呢？这样的就是不够的，是没办法。你除非用像郭台铭讲什么机器人或是佣兵，从非洲啊，从什么找佣兵，现在是外佣，以后就外兵，这样都有可能嘛。来，世轩，这个男人一聊到当兵3天3夜都不够。刚我以为明显议员感觉来了，赶快讲讲你的当兵经验。这些我是4个月的，80几年是4个月的。我们4个月只有一个阶段，我印象中好像是84年到85还86。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换句话讲回来，这些艺人其实，你看他们现在36岁，回推回去他们当兵的年纪，那个时候大概都是1年多的兵，所以我觉得艺人来讲，当然他们年轻岁月，他们是靠这个赚钱了，他要赶快去赚钱了，就是他在年轻、在帅的时候、在漂亮的时候，他能够赚，他尽量赚。那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不合法的不可以去做。可是我觉得要去检讨的是整个制度性的问题。坦白说了。看到这个新闻的每一个人都一定有认识有人是这样子的状况，这绝对不是今天才发生，这是一个通案了，你知道吗？那过去我们常听到有人说什么
其实这个是明码标价的，多少钱，然后他怎么做，他就有机会回避掉这样子的兵役的问题。是有掮客来吆喝嘛？其实这个东西大家介绍互相就会介绍会讲了。你看原始委员一直在点头的，只是因为那个新闻里面就是有一个叫陈志明的嘛，就是那个人在服务大家，然后有一个头啊，然后艺人之间也有可能就互相是，所以每个领域其实都是如此。那包括很多出国留学的留学生，其实也会有人在教说，怎么样可以回避兵役？所以我觉得这个通案问题要去检讨。那更要去检讨的是，我觉得兵役法可能或许要去做调整。你看现在这些艺人，他们其实基本上到最后可能是像赵大哥讲，一颗罚金，他也不用回去当兵了，因为他已经超过36岁，除了那个阿虎比较衰以外，那我们要检讨的是什么？5年以下要不要定一个1年以上，还是多久以上？那个才有实质的威慑力。要不然，其实说真的。他赌一波，他不划算吗？他年轻的时候，他在这么当红的时候，他多赚一点钱，到最后一颗罚金，他也不用去当兵。而如果这样的状况一直不断的发生，对于台湾的国安，这才是真重大的危机。刚刚讲到韩国，又讲到比如新加坡，为什么这些艺人要去当兵的时候是与有荣焉的？你像当年我还印象很深刻，那个韩国 Rain 要去当兵的时候，多帅气，站在部队门口出来的时候，粉丝整个暴动。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国家让他们当兵是觉得很光荣的，我为我的国家去当兵。为什么大家会普遍来讲觉得在台湾当兵是浪费时间？这才是我们政府跟国防部要去检讨的。对了，当兵制度要考虑，就是去当兵有没有学到的东西，至少把身体练好，至少学一些，比如说以色列的兵进去。退役以后，民间企业很喜欢用，尤其如果担到什么排长啊、军官，哇，企业抢着用，你这又学到领导统御，部队里还给你一些新的技能不是土兵每天在那边不知道干嘛不止艺人王大陆又追出有9名艺人涉入闪兵案，但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医师表示，可能服用支气管扩张剂等药物，让血压飙升，或是嫌犯自己调包修改仪器让他们使用。检警初步研判，闪兵集团先让他们在出诊时假装血压异常，疑似高血压，再利用复检佩戴器材进行观察时伪造病历来逃兵。除非他的那个给予的利益是大过于被吊销执照的风险。那基本上医师人员才有可能冒着这种那个违法的风险去做，但是基本上一般的医师就面对这种吊销执照的风险，那是终身的一个很严重的事件，然后会自己没办法执业的，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一般的医疗人员是不可能参与这种状况。警方调查发现，他们出诊几乎都在北荣，复诊在台大医院，但检查金流及通讯，目前没有具体发现医师涉案。北荣回应会配合相关单位调查，厘清真相。医疗院所开出不法的行为的这一个诊断证明以后，那我们只能够就是后面的医师会做相关的一个判断。如果在法令上从严的去处理的话，那应该可以杜绝一下这样的一个状况。未来恐怕需要更严谨的方式进行兵役复检，才不会让更多人宁愿冒着风险花钱了事，也不想当兵。现在再回来。好，那么因为台湾的市场很小那大陆市场很大不要说什么1线、2线、3线，大陆城市有1线、2线、3线，他们只要巡回那可以1年到头都表演不完那台湾就比较困难嘛那所以台湾艺人呢，这个到大陆去也不少，那他们说呢，转发大陆的军演图卡所以呢是不可以的，你怎么可以跟老公一起呢来这个搞这个对台操作所以陆委会先点名就欧阳娜娜，所以就把它列为查核对象那所以呢，联合报的评论就是说赖清德的脱中入北发挥了，所以呢，欧阳娜娜第一个是不是被用来祭旗那另外呢，这个因为暑假到了，所以呢，两岸的交流活动很多，陆委会就说中共统战我们的7年有7大手法包括什么机会包括我们看有几个，第一个学术交流、科研竞赛、网红特训、征文比赛、优惠门票、企业实习，另外呢有各种奖励措施，所以有7大手法来统战我们的青年就在台湾来讲，我们认为统战是不好的名词，对大陆来讲统战是好的名词，所以他们有一个统战部比如说我们觉得诈骗不好，我们会不会有一个诈骗部呢？不会嘛。它的统战是什么呢？是联合所有可以联合的力量，这就叫统战。所有可以结交的朋友都结交，对他就叫统战，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好名词那另外呢，
教育部长郑英耀昨天讲说，我不鼓励，甚至禁止反对这个师生到大陆去交流那就被学术界骂说呢，郑英耀是赖政府里面的第一人，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人然后呢，就开放以后了，当然不讲以前两岸封闭的时候，说禁止两岸交流是第一人那这个消息人说，你这不打脸赖清德吗？赖清德接受日本的这个经济新闻的时候，不是还是说希望邀请跟习近平吃晚餐，还希望进行交流跟合作吗？那你现在连学生交流都不可以，而且学生交流不是只有去大陆，学生交流去很多地方，美国日本什么甚至欧洲其实都有的，大陆只是其中一个选择那甚至可能不是主要的选择那结果呢？这个郑英耀今天又说：“哎呦，这个帽子很大，我戴不起等等。”但不是讲出来了吗？我们先看看他怎么样场娜娜。接下大眼吉安市的文化旅游，当地乡亲乐得嘞。微博上更有不少相关报道。只不过长期在大陆发展的欧阳娜娜，现在恐怕有麻烦。欧阳娜娜就是一个武统艺人呢，她帮解放军什么利剑逼在那边转发，像她很明确。对。陆委会间接证实，欧阳娜娜因为过去配合中共转发联合利剑军演讯息，目前正在查核中，当事人没回应。而当时转发的还有艺人张韶涵等人，但是否也在名单上，陆委会拒绝透露。陆委会画红线，提醒台湾艺人别以身试法。那来先怎么看欧阳娜娜？我觉得其实目前看起来的话呢，赖清德虽然他在接受日经的媒体访问的时候，我想他也是在刻意取代520之前，然后呢又谈了一下呢有关于这个两岸的关系啦，又重申说呢他是真的这个想要跟习近平见面吃饭这件事情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实质上来看的话，我觉得连续几个动作，我都觉得目前两岸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会往更加的紧缩，或者是一个杀鸡儆猴，就是会采取行动，用法的方式采取行动来进行相关的恫吓。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像艺人那个部分，我觉得事实上是连串的你说这些艺人过去也就像刚才世轩也讲了，过去也有一些吃得胖胖的啦，或者变得瘦瘦的啦，或者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去逃避兵役。那为什么突然之间查？那因为艺人比较是洞见观瞻，也是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其实影响是还蛮大的。那你说过去的话呢，林志颖也曾经非常光荣入役过那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呢？我觉得放在现在当下的气氛里面，实际上有点打赖清德政府一巴掌，因为你正在讲所谓的韧性台湾，你正在讲所谓的这个自我防卫，你不断的强调，还在考虑说这个兵役是不是要在美国的压力底下弄得更长，结果所有的人都不想去当兵，所以我觉得这份对于这个赖清德的政府来说，代表你不相信赖清德政府提供的安全保证嘛所以某个程度来说，像是欧阳娜娜也是，你说的像以前黄安以前讲的一些话，听起来更是伤害大家的情感，你就觉得说哇，这种话你也讲得出来，违不违法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就听起来觉得情何以堪。所以当初大家骂黄安也骂得很厉害当然那是他的言论自由，那问题是有用法说要去办吗？也没有。但现在突然之间呢，针对欧阳娜娜，你就说这个问题的话呢，可能涉及到跟中国大陆的党政军各式的团体进行合作，这个合作就违反了所谓的两岸关系条例的33条。我还特别去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规定，其实他讲的非常的抽象，所以说欧阳娜娜自己转发，你说背后一定有人在跟他合作吗？也未必那你说这个欧阳娜娜该不该这样做？我当然觉得这些艺人要自重了因为他从台湾这边被栽培起来的，你这样的确实是伤害台湾粉丝的情感。但是你说是不是违法这件事情？而且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突然之间针对台湾的艺人逃兵役，就不愿意去为台湾打仗，以及这些艺人他做了一些转发这个军演的这些新闻，这些画面突然之间要用法的方式来办，我觉得这个东西闻起来的味道都觉得有点特殊，有点诡异，更不用说这个郑英耀了。这郑英耀我觉得他莫名其妙，就说也不会就是在一个什么谈到网络世代的场合，突然间话锋一转就讲到了这个两岸之间，所以我相信一定是这个行政院里面的，或者说这个民进党内部，他这样的一个风声跟风向很明确，也很明显，所以才会让郑英耀谈到一个其实是不干这个事情的，突然间讲到说，哎呀，这个跟各个国家交往，为什么特别去中国呢？大家没有特别去中国啊。如果你看现在台湾很多中学生，这个高中生、大学生。非常频繁的跟国际之间有交往，什么欧洲的啦，什么美国的啦，连什么柬埔寨的、东南亚的、非洲的都有。你说有特别跟中国吗？我不认为有特别中国。你可能假设经费有限，可能跟中国快一点，但是又怎么样呢？而且最后一个要讲就是说，你说统战
统战对于这个大陆来说是一个非常中性的名词啦，而且过去的话呢，我们统战他们都怕得要命了，这他们怕我们台湾去影响他们，怕我们台湾的和平转移，这个民主转变他们，什么时候变成我们那么怕中国大陆？你去那边交流一个weekend， 或者说交流一个暑假，然后你就被统战了。我觉得这些部分事实上都会反映出来。我觉得民进党政府面对这个两岸的部分的紧缩，我觉得他们内部一定是有些气氛，这个气氛是让他们是要更紧，而不是更松。而且尤其在520之前，我相信这个赖清德来说，他未来可能又会有一些谈话吧。这个谈话从这个赖17条之后会怎么样子去谈论？我认为这个部分会是一个接下来要观察重点。不，那当然你去那边。他一定希望能够讨好你啦，一定嘛，这个很正常。他一定希望要表示他很好。那问题是我们的学生那么笨吗？我们现在也会看啊，你好的地方我肯定，你不好的地方我也会警惕啊，不会说我们学生去了几天或1-2个礼拜、1-2个月就变成共产党的信徒了，哪有这种事情呢？我们看看教育部长怎么说。这样一个帽子，我其实承担不起。我想，只是我在陈述一个事实。现在两岸确实是比较紧张，陆委会也公布是一个橙色警戒。学术交流本来都是应该给予肯定的，那只是我们也知道，欧美先进国家跟这一个其他的国家，事实上对台湾来讲，并没有像中国现在对台湾那么不友善。好，我想是基于它是一个不民主的一个国家，那我们在学术交流里边，应该要多鼓励我们青少年、老师、学生多跟欧美先进民主国家有更多的一个紧密交流。那元智，那个郑英耀，其实你看他昨天的讲法，他就是叫大家不要去嘛。那因为他的原话是说，不鼓励中小学甚至大学交流，只想到中国。这句话本身就有语病了，因为现阶段大家交流就是不是只有想到中国。去欧美的，然后去澳洲的，去日本、去韩国的一大堆，所以你讲这句话有什么特别意义？就是要强调说中国很危险。他今天补充了嘛，橙色地区啦，不民主啦，所以越不要去越好啦。那这不就是鼓励大家不要去嘛？所以我也不知道他要凹着是要干嘛。但他讲这些东西，就是反映了民进党政府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就是两岸最好越少交流越好。因为根据民进党的这个认知作战大师沈伯洋的说法嘛，任何交流都是统战啊。上一次马龙来台湾啊，马龙来台湾，不就是他就是这样子讲啊，所以最好就是不要交流。可是实际上，其实我们都会觉得说多交流不代表说你去了，就像赵大哥讲，你去了就会怎样，就会支持统一吗？还是你就会喜欢共产党吗？不一定嘛，台湾的人自己会判断嘛。那他们的人过来，搞不好他也会比较喜欢民主自由的方式啊。我记得以前两岸都还有观光客还有来往，陆客来台湾比较多的时候，听他们讲说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台湾饭店看台湾的政论节目啊，因为可以看到不分党派人去骂政府，这就是民主自由的展现啊。在大陆没有啊，他马上可以比较出来民主跟共产的差别嘛。所以交流不见得就是一定会被我们吸引去，除非说民进党政府自己都对自己的执政没信心，才会认为说我们的人去了之后就会，难道会觉得他们比我们好吗？所以大家都去喜欢他们吗？如果有信心的话，应该是多让他们来看看自由民主的果实在台湾开花结果的感觉。所以这种禁止交流，我是觉得是蛮奇怪。然后再来就是老师要去查艺人，好啦，查艺人我也没意见啦哈，但你们自己党内的共谍可不可以积极查？那你看，一个在那个国安会秘书长身边的民进党的人，可以8年多不用中层查核，松散到这个地步，然后是被爆出来之后才开始积极查。那你以前喊抗中都喊假的，然后再来不交流哈，不去想一方法降低敌意，我们国防要强一点嘛。刚刚看到就是说，很多人逃兵，那个都是义务役，实际上我们应该要扩充我们志愿役的员额，但我们现在国民党在立法院提说要帮志愿役的军人加薪，加3万，结果国防部长他不愿意啊，他说这个有违法，这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他说违反财政纪律。那现在美国要求我们的国防预算要加到 GDP 的3%嘛，实际上你帮军人加薪这一块也可以算在 GDP 的3%里面啊，那这没有什么增加财政负担的问题啊？为什么这个 GDP 3%都是要去买武器呢？帮军人加薪不行吗？我们有充足的人力，我们把边线比达到一定的水准，然后并且编一些教育预算，去让我们的军人可以得到一些提升。其实这个对我们军力提升也是有帮助的啊。所以我们的主张是国防经费支持，
然后也帮军人加薪，然后一方面两岸交流，降低敌意，我觉得台湾才会比较和平啊。继续再回来。